众所周知，脑业公司是一家能源公司，公司里收容了许多被称作异响体的不明生物。作为公司的主管，你将负责指挥员工从这些异响体身上提取能源。然而，就是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却充满了危险。各位主管，你们好呀！这里是同学咯，欢迎你们来收看《脑业图鉴》第3期重制版视频。那在开始介绍异响体之前呢，让我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异响体的危险等级。脑业公司将异响体按危险程度分为 J 级、T 级、H 级、W 级和 A 级这5个等级，而这个等级划分实际上是来源于希伯来语中的字母。对于异响体危险等级的界定，管理手册上是这样描述的：J 级异响体几乎不具有攻击性，有些 J 级异响体甚至还会对你的员工产生积极的效果。T 级异响体会对你员工造成一定的伤害，例如先前介绍过的波迪还有美女与野兽，只要严格按照正确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便不会对你的员工造成多大的威胁。H 级异响体能够轻易的杀死数十名职员。我知道有些主管对这个等级制度不太认同，哈哈，我只能说你们还是太年轻了。W 级异响体是非常危险的存在，大部分这个级别的异响体都对我们的员工抱有敌意。对 W 级异响体进行管理需要非常的谨慎，一旦他们突破收容，局面都将难以控制。最后还有危险等级最高的 A 级异响体，这个级别的异响体大都拥有着可以摧毁整座脑业公司的能力。尽管收容在公司里的这些异响体都已经被很大程度的削弱了，但它们依旧是一些极其危险的生物。作为主管，你必须时刻关注它们，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那么介绍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开始这周的工作汇报吧。T-05-41小帮手。这个异响体是一台白色的清洁机器人，它的机身背后刻有一行小字：XX 有限公司制造。这是一家以机器人生产线而闻名的公司，他们所制造的小帮手是一款专为家政服务而设计的机器人。这台机器有着各式各样的功能，从防盗警报、家庭监控到泡制咖啡、灯光调节，一个家庭所需的一切它都能够做到。或许是因为它是个机器的缘故，小帮手对我们的员工的管理似乎都不太感兴趣。一旦对它的管理结果为良或是差的话，都有可能导致小帮手的计数器数值减少。而当计数器归零时，小帮手便会突破收容。突破收容后的小帮手会在公司里游荡，当他遇到我们的员工或是其他异响体时，他便会不断的在原地旋转。紧接着，他便会以飞快速度冲向走廊的另一头，并对途经的所有单位造成高额的物理伤害。随后，小帮手便会进入短暂的冷却状态，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便可以迅速的对它进行镇压。根据研究，我们发现，当这台机器人的情绪指示灯显示为差时，它会把周围的环境判断为被污染了，随后它便会自动开启清洁模式。然而，小帮手本应该使用的清洁工具，却全部被替换成了菜刀、圆锯等锋利的切割工具。这些工具本应该是烹饪时用于切割鱼、肉和蔬菜的，但是烹饪的程序和清洁的程序被意外地调错了。对于这个说法，官方至今没有任何评论，并且这台机器人的声音反馈系统似乎会把尖叫声识别为对清洁模式的赞美和表扬，这会促使它进行更多的清洁工作。最终，小帮手会把用户的家连同用户一起清理干净。另外，我们还从这台机器内部提取了一小段录音，我对这段录音进行了再次加工。那接下来我就放给各位主管看一看吧。哇哦，一台崭新的清洁机器人耶！您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机械小帮手，请问我能帮您做些什么？做清洁，我想帮铜锣做清洁。哔，检测到环境污染已达70%，开始清洁模式。哇哦，它开始清洁了，它开T-09-85，我们可以改变一切。在家用清洁机器人小帮手走红之后， XX 有限公司推出了第2款全新的家用机器人，我们可以改变一切。作为 XX 有限公司的产品，这款机器人同样内置了多种功能。孩子不乖，老哭闹，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身材走样不喜欢，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生活疲累又缺钱，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据说进入这台机器的员工从未想过从里面出来，
所以我们推断这台机器的内部一定相当舒服，而这台机器的使用方法也超级简单，只要打开这台机器，然后走进去，按下按钮，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一个危险等级为 Z 级的工具异响体。当我们指派一名员工进入该机器的内部后，机器的门便会关上，然后它便会持续的生产能源。可随后我们察觉到，进入这台机器的员工会持续的受到红色伤害。起初这点伤害对我们的员工而言根本不痛不痒，可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机器的伤害变得越来越高，它的能源产量也同样变得越来越高。当主管想要下达命令关闭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切都太晚了。一旦我们的员工进入这台机器的内部，主管便无法再关闭这台机器，只能等到那名员工的生命被完全榨干，这台机器才会再次打开。而这时候，机器的内部只剩下了一滩不可名状的肉泥。O-05-76幸灾乐祸。这是一个可以自主行走的机械异响体。在这个铁盒状的异响体中间有一个类似锁眼的孔洞，而在那个锁眼之中，你能够感受到一只令人不安的眼睛正凝视着你。我们曾将一名员工的眼睛用厚实的黑布蒙上，随后让那名员工进入收容单元后，让他面朝着异响体的方向站立10秒。10秒过后，这个异响体没有任何反应。随后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我们将另外一名员工的眼睛也蒙上，但这次我们选用了不能完全遮住光线的布条。可当员工朝着异响体的方向站立了5秒后，该异响体突然表现出了惊人的攻击性，并快速地接近那名员工。实验被迫终止。第3次实验，我们派遣了一名盲人员工进入了该异响体的收容单元。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在收容单元内足足停留了30秒，但那个异响体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所以当主管指派员工进入该异响体的收容单元时，请务必提醒你的员工，千万不要直接看这个异响体。ミャネか？どうしたミャネ？曾经有一名叫由美的员工就直视了这个异响体。在由美遇到并直视了那个异响体之后，她好像患上了严重的被害妄想症。她声称自己一直被某种东西监视着，她总是说有人在她吃饭或是上洗手间的时候在监视着她，并且当她看见门缝或是锁孔的时候，她就会立刻变得歇斯底里，并试图把这些地方通通封上。而就在不久后，由美失踪了。最后我们在他的起居室里找到了他，可当我们打开门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房间里的每一个孔洞，包括通风口，都被他用黑色的胶带封住了，并且他还用钢笔戳瞎了自己的眼睛。当你指派员工对幸灾乐祸进行工作的时候，也请务必让该异响体处在你的监视范围之外。如果在工作的过程中，主管持续注视该异响体的收容单元超过5秒的话，那么它的逆卡巴计数器将会减少。当计数器归零时，该异响体便会突破收容。该异响体有着相当高的生命值和攻击力，对那些还不了解它的主管来说，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异响体。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幸灾乐祸处于主管的监控屏幕之外，那么它将会停止一切的动作，这时我们的员工便可以在不受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将其镇压。铜锣，不好了，有个中间长得眼珠子的东西跑出来了。哦，你们说的是方形的那个吧？不用管它，只要不看它就好了。是吗？那太好了。不过这个好像不是方形的，是椭圆形的诶。O-03-88次元衍射变体。这是一个无法用肉眼观测到的异响体，在这个异响体的影响范围内，你将无法呼吸，因为你所处在的区域正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严格来说，这个异响体本身就是一种真空的现象。那天，员工们像往常一样在走廊中来来往往，而一名叫乔姆斯基的员工突然停了下来，他呆呆地站在走廊中间，大家都很忙碌，许多员工骂骂咧咧地从他的身边挤过，有些甚至威胁到他别挡道。而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乔姆斯基突然升高，离开地面足足有3米的地方，
他的胳膊和双腿被伸展到一个奇怪而又尴尬的位置，每一个员工都不由得为这个怪异的状况停下脚步。这时，乔姆斯基可能察觉到了某种东西，他开始像个疯子似的发出尖叫。面对如此突然恐怖的景象，员工们惊慌失措。几名员工拉住了乔姆斯基的腿，企图把他拽下来，可他依旧身处半空之中，纹丝不动。在短暂的沉默后，乔姆斯基颤抖地张开了嘴，喃喃自语了些什么。紧接着，鲜血从乔姆斯基的身体中喷涌而出，四肢四散而开，破裂的肢体和肉块夹杂着血液漂浮在空中，走廊上下一片混乱，人们四散而逃。当工作结果为差，或是工作时间超过40秒时，次元衍射变体的逆考核计数器将会减少。由于所有员工与设备都无法感知到该异响体，所以一旦该异响体突破收容，主管就必须亲自找到该异响体并下达镇压指令，否则作为 W 级异响体的它必定会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那么视频的最后，我再给大家看一张我最近画的量化版次元衍射变体。哎呦，你看这大腿的肉哦，还是画得很色的嘛。好了，看得差不多就得了。那么这期视频的内容大概就这么多了。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就不妨点个关注吧。这里是童叔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